臭三八死娘炮！你都已经5年级了，我到底要讲几次你才听得懂啊？那你呢？你也50几岁啊！这个年仅12岁的女孩，仅凭该片凭借堪称怪物级别的表演，一举拿下史上最年轻的金马影后。只因一次放学，她看见了自己的母亲和一名陌生的男子举动亲密，便一路跟随。车上的人是谁啊？我老母啦。小朋友讲话很没有礼貌哦。车上等待多时的女孩，钱一直跳最终也因为昂贵的计程车费，无奈只能下车去寻找母亲。而此时的母亲也正和男人开始了雨后的小故事。干完体力活，正准备离开，突然门铃响。你先去阳台躲一下。躲什么躲？有什么好躲的啊？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这名和母亲幽会的男人竟然是女孩的班主任老师。被女儿捉奸后回家的路上，小小并没有多嘴去询问母亲的事情，他哼着曲调转移着自己的注意力，而这烦人的噪音让母亲心烦意乱。你一直不讲话是怎样？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已经会洗碗了，每次想跟你沟通你就这样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怎么样。这一番作为父母的经典发言，小小虽然从母亲的嘴里已经听烦了听腻了，可直到他听到母亲说父亲不疼爱自己时，他再也忍不住爆发了。我跟你沟通错了吗？我每次想要解决问题，你就这样子大吼大叫。医生不是叫我们要好好沟通吗？原来小小患有严重的多动症，之前经常在学校闯祸，导致频频转学。好在这一次转学到了一个不错的学校，学校董事会都愿意包容照顾小小。而课堂上他经常打游戏，尽管游戏声音巨大，但班主任在课上仍然无视小小的无理行为，而是在放学后才对他进行单独的教育。你把头埋在手机里10分钟，你的人生就少了10分钟。他这么照顾女孩小小，并不完全是出于职业道德，而是因为他和小小的母亲有一腿。老师叫做保罗，正因为小小母亲的关系，他也非常照顾小小。他甚至答应班里的同学，如果谁不和小小计较，愿意对他忍让的话，事后他就奖励他1张贴纸。但是好心办坏事，这个规则带来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。这天上课时，百无聊赖的小小晃动着桌椅，后座的女生却不怀好意的用笔直接戳了上去。干嘛戳我啊？因为患有多动症，小小的情绪本来就很难控制，更何况是别人故意招惹，似乎这样还不解气。然而被打掉笔袋的女生却一副默默忍受的模样。小小不明白为什么，但课间从新来的同学小山口中得知了答案。你知道吗？欺负你的人可以跟老师要一张贴纸哦。比如说，你把全文的铅笔盒弄掉了，他没有生气，就等于是在帮助你，所以他可以去跟老师要一张贴纸。可是他先戳我的，所以你懂了吧？来，我把盒。以后记得洗完那张水要倒花圃，你还可以顺便去鸟笼看一下 Kitty 哦。Kitty 是被学校养在鸟笼中的一只猫头鹰，小小经常去看它，但几乎没有同学喜欢这样一只怪异的猫头鹰。但小小却对它情有独钟，他觉得自己和 Kitty 一样，都是被视为另类的存在。同样，几乎没有同学会主动的向小小释放善意，而如今这个女生算是头一个。她不仅在意小小，也同样在意 Kitty， 让小小的内心感觉到了温暖。渴望友情的小小很快和她成为了朋友，性格也不再和平常一样执拗。而关于母亲和保罗的事情，她从未提及，好像她并不在乎。就连保罗煞费苦心地向她解释，他请我放学以后帮你补习，我说学校规定不行啊，然后他就请我教他回去再教你。后来我们就常常见面了。他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，他似乎并不讨厌保罗，因为保罗总是费尽心思地向他示好，投其所好。这天回家时，小小却不顾母亲的阻拦，给父亲打去了电话，想让远在国外工作的父亲在校庆时回来看自己的演出。爸爸这边事情很多，可是我来试试看好不好？当父亲问小小想要什么礼物时，望远镜 over。礼物意味着补偿，妻子深知这一点，丈夫应该是不会回来的。隔天，小小就收到了作为礼物的望远镜，但礼物并不是来自于父亲，而是去露营时保罗送给她的望远镜。对于这个心仪的礼物，大小姐显得特别兴奋，她调皮地跑来跑去，大小姐笑了。体验一切觉得新奇的事物，但同样，因为她太过沉浸于自己的世界，却丝毫没有在意其他人的眼光和感受。我们在排队呢。一次等于上去一个人。哎呦，我们在排队。一次等于一个人。家长在哪里呀？面对旁人的指责，母亲的呵斥声越来越大。小小下来排队。小小下来排队哦。那很危险哎。你不要再晃了。
小心啦！周小小，可小小却被前面的男孩一把推下，母亲熟视无睹，认为他活该。终于有人收拾你个小兔崽子，可保罗却受不了一点，像父亲一样，喂，你给我下来！哎，什么叫给我下来？是他自己不排队的。站出来维护小小。他霸气地指责对面的孩子，你小孩推人不用道歉吗？并与对方家长极力的争辩，但母亲却不愿意将事情闹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小孩有过动症。过动症有什么不好意思？于是搬出了小小的病情，可明明是自己被推下来了，母亲不为自己申冤就算了，甚至不惜向陌生人吐露自己的病情作为挡箭牌。小小看着那心爱的望远镜，它碎了，或许同样碎掉的不止望远镜，还有小小的心。晚饭时，小小把自己关在帐篷不愿出来，保罗在门口耐心的和他沟通，他想用猜谜的游戏激起孩子的兴趣，然而母亲却没有那么多的耐心，并对保罗说起了他的糗事。你知道我们之前去医院做测验的时候啊，那个医生问他说：“你到森林里面看到的第一个动物是什么？”你猜他说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四个。一定要死了吗？医生当时也这么问，他就说：“对，必须死，非死不可。”正在母亲把他的丑事当作笑话时，干嘛跟他讲这些啊？我问问讲你的事吗？气急败坏的小小从屋内冲了出来。自从下午那件事后，小小就一直气愤母亲，把自己的病情随意的宣之于口。如今母亲这番话无疑是火上浇油。小小不明白为何母亲不懂得尊重自己，明明他都有尊重母亲的隐私，为他保守秘密，而母亲做了那样的丑事后，却依然理直气壮。作为母亲，或许她根本不在意女儿的感受。母女俩的关系剑拔弩张，只需一点点的导火索，两人就会彻底的爆发。果然，这天放学回来的小小看到了自己家中刚洗完澡出来的保罗，一时间的错愕。小小冲进房间，又打又跳，而不知是觉得小小不懂，还是根本不怕小小会懂。总之，两人如今根本不在小小面前遮掩，把他自己丢在家里就出门约会了。这偶尔的关心，你洗澡没？胜似于无。你是不是在看电视？我在写功课啊。你下礼拜不是要考试？那你不是在看电影吗？可这个假父亲却一直鼓励着小小。小小，我最近功课有进步哦。他今天用 surround 做了一个很棒的句子。什么 ？If I bring something yummy to school, I will be surrounded by my classmates. 而另一边，心情不佳的小小一个人提着垃圾跑了出去，疯狂地按着电梯。这是他一贯喜欢的游戏，好像只有这样，他那糟糕崩坏的情绪才能寻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。但当母亲回来时，看到一地的狼藉，他终于忍不住先爆发了，一把拽起地上的小小，对着他又打又骂。管理员说，如果再往电梯，他就要没收10扣啊！讲不听，你讲不听是不是？你都已经5年级了，我到底要讲几次你才听得懂啊？那你呢？你也50几岁啊？他第一次用言语反抗，母亲也是一头雾水，怒火的气焰瞬间没那么嚣张。然而此时的保罗却开始从中调节，对他教训起小小。你没吃药？我为什么要吃药？你叫他吃吃看啊！那是你的药，不是我的药哎。周小小，或许是老师的威严感，亦或许是这个家庭里去罚站。那份长期缺失父亲的威严感，小小居然乖乖的听话了。手打直哦。我才40岁哦。保罗看到女友作为母亲的尊严找了回来，转头又悄悄地哄起了小小。他是懂得孩子的心理需求的，打了一巴掌就得给颗糖吃。我刚刚带妈妈去买了馒头猪和巧克力，你可以带去请同学吃好不好？快，还要喝。不得不说，保罗这男友当的真是既辛苦又全能，上要哄老，下要哄小，课上既要当老师，课后还要当游泳教练。而当小小主动将零食分享给同学时，你吃，却遭到了同学们的嫌弃。班里的同学一如既往的都在捉弄他，嫌弃他，但好在还有小山这个好朋友，他可以说是小小唯一的光。在学校内，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两人已经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再加上他超出同龄人的智慧，小小忍不住连自己最隐秘的心事也向他倾诉。如果我妈做了不该做的事，坏人。对，我猜到了哈，你就跟那个男人说，你妈也会花钱呢。男人最怕那种，走啦。得到了解决办法，小小回家后却对保罗说了相反的话。你到底了不了解他？他这边有一颗假牙是银的，你看他连陶瓷都舍不得花钱。
他其实超节俭。很明显，嘴上说着这一套，但小小内心其实并不想让保罗离开自己和母亲。一个家庭中父亲的角色至关重要啊！很显然，由于亲生父亲的长时间缺失，保罗无形之中早已担任起父亲这个角色。尽管不想承认，但小小也的确对他产生了依赖感。考完试可以再送你个望远镜啊。OK 啊，马上传授给保罗自己的独门秘方。不过还是很爱漂亮，所以他如果问你他今天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，你如果看不出来的话，就说哦，你好像变瘦了。哦，你今天考公是不是不太一样？同样，他也渴望得到来自保罗的宠爱，并在他面前显露出了小女儿的情态。两人的打闹嬉戏，正好被回家的母亲撞了个正着。这亲密的接触也让母亲警惕起来。看着女儿纯真的笑脸，她内心由衷的羡慕起保罗。但当母亲也想效仿时，干嘛啊？我也想要跟你玩啊！干嘛？第二天上学时，小小看到了同学小胖正在欺负自己唯一的好朋友小山。为替好朋友出头，他上前一把推倒了小胖，结果这一推，小胖的头撞到了墙上，结果当然就是被学校请家长。一定要开红单吗？下礼拜就要段考了，你现在开红单是要逼死谁？不好意思哦，做错事情的是小小。你们不是说爱的教育，然后你们现在自己教不了，就要叫我带回家，说得通吗？你们不要再转了。学校开了红单，小小3天都不能上学。回到家里的母亲很是烦躁，大声的责骂了小小。到了晚上，保罗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了家，替小小擦屁股，忙前忙后，累了一天了。可小小偏又拒绝吃药，母亲头痛不已。此时的保罗又站了出来，管教小小。大人因为你的事已经忙坏了，请你好自为之。好自为之是意思。好自为之就是请你搞清楚自己的状况。但这一次不同于以往，小小并没有买他的账。明明不是自己的父亲，凭什么以父亲的口吻教育自己？你是臭388死娘炮！保罗被吐了一脸，气愤地站在原地，但母亲却在一旁平静地弹着钢琴，好像事不关己。老师先去休息吧。但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。很显然，母亲这是在憋大招。夜深了，小小还是不肯睡觉，扬言要嗨个3天3夜。母亲没有责怪他，恰恰相反，一直在客厅里陪他玩。天色渐亮，小小困意渐浓。换你呀、没牌我怕死。而当他想睡觉时，母亲却不肯放过他。不要睡了起来，哦，现在知道要睡觉休息了。继续玩。睡什么觉？我要睡觉啊！不是说要玩3天3夜的吗？你现在睡什么觉啊？不要睡觉，醒一点啊！不要睡觉啊！睡什么觉？我们还没玩完呢，一副牌都没有玩完，睡什么觉？睡什么觉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为什么全世界都要这样陪你玩呢？小小明白母亲这么做就是因为自己昨晚不吃药而生气，于是他赌气的拿出药片。好啊，吃药，我吃，吃死我自己得了，便大把的往嘴里塞。母亲一把打翻药瓶，此刻小小才敢吐露自己真实的想法。我只是想要在家里练习不吃药。自己也不过只是想慢慢的变好，变得像个普通孩子一样，可以不依赖药物。听到这番话，母亲鼻子一酸，她紧紧的抱住了小小，两人依偎在一起。保罗也上前拥抱，安慰着两人。休学3天结束，回到学校的小小只觉得天都塌了。唯一的好朋友小山居然在和别人一起用石头砸着 Kitty， 小小出言的阻止，你不要欺负他好吗？不欺负他，要欺负谁啊？好友小山居然无动于衷。不仅如此，考试时他还和别人一起欺负着小小。如果重要镭射笔射我，如果重要镭射笔射我。小小先是震惊，反应过来，居然被好友背刺。毫无意外的，他又再一次发狂，接受不了小山的背叛。小小这次发作很严重，甚至造成了心理性的肢体应激。尽管有专家的话证明了小小的病情是在慢慢的好转，但家长委员会这一关却是过不去了。家长们纷纷群起而攻之，纷纷施压给校方。可是我觉得很好笑，就是从4年级开始出状况的频率越来越高，你们觉得这个叫做有改善？对啊，我们家宇帅啊，自从4年级被他从后面推了一次以后，他到现在都还是会怕我问他说你在怕什么？他说他会做噩梦，然后会打自己的头，然后还会怕是不是还会有人从他背后这样子冲出来？你们觉得现在这个状况叫有改善吗？尽管最终校方还是决定网开一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什么？为什么对不起？
小小还是留在了学校里继续上学。但这样的日子又能撑多久？雪上加霜的是，自己的好友小山也彻底的露出了真面目。保罗下学期就要拜拜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老师跟你说好了，一刚开始是保罗叫我坐你旁边，叫我教你功课，不然你还以为是个行。保罗因为与小小母亲的事情被揭发，现在面临被开除的风险。原来小山不仅有超出同龄人的清醒，也有超出同龄人的势力。小小呆呆的愣在原地，就这样，小小在学校彻底的被孤立了。而保罗在权衡利弊后，也提出了分手。他来到小小家里收拾东西，准备离开，却不料小小母亲居然用自残作为威胁。保罗没想到他居然用这样极端的方法，而自残所带来的效果却适得其反。保罗并没有犹豫，转身的离开了。但最终心软的他，还是来到医院探望，并带来了答应小小的望远镜，不料却在医院看到了前辈。幸会，坐吧爸。抱歉，我刚从机场过来，是直接过来。哦，没事。这是我送给小小的礼物，我答应他考完试以后要送他一个望远镜。小小父亲的神情有些不自然。望远镜？因为作为父亲，他压根就不记得答应过小小的礼物。不用，我答应买给他。老爸，但回到家，他还是假装是自己买的。你的望远镜，将望远镜送给了小小，小小很是开心。幸福总是2倍速，痛苦总是慢镜头。很快，他就知道这次父亲回来，并不是为了他，而是为了房子的归属问题。跳了没有？爸不是回来看你跑步的，他是回来抢房子的。抢什么抢啊？讲什么啊？这房子是我花钱买的，装潢也是我的钱，整间屋子都是破钢体，自己从娘家搬过来的。对，是你的，全部都是你的。那周小小是不是你的？幽暗的房间里，小小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听着父母的争吵。那随意被打开的房门，就像自己那颗脆弱的心一样，好不容易敞开心扉，此刻又被紧紧的关上。他听到父亲责怪他不会弹钢琴。对啊，小绿波会弹了吗？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个，父亲才不爱他吗？夜晚，他背对着父亲，小心翼翼地弹起了钢琴。几点了啊？原本不耐烦的话语，像是说给母亲，又好像是说给自己。小小很是失望，一个人跑出了家门。一个人内心有裂痕的时候，都是静悄悄的，这个世界没人能察觉，只有当他砰的一声碎开，所有人才会听到。当母亲发现后，焦急地给保罗打去了电话。小小过去找你吗？很显然，保罗这个外人，此刻更像这个家的一份子。没有，怎么了？小友是干嘛？因为至少他比小小的父亲做得好，而保罗确实也想到了小小会去哪。是啊，孤独的小小哪还有什么朋友？那只被困的猫头鹰又何尝不是自己？小小砸开了鸟笼，想要放他自由。小小像是在救赎 Kitty， 又像是在救赎自己，但 Kitty 并不领情，反而灼伤了小小，又回到了他那原本的囚笼。纵使有人千方百计的想拯救你，但一旦受到伤害、背叛，谁都不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半步，而之后所有的援助都只会抵触。此刻的猫头鹰 Kitty 都是如此，小小又何尝不是呢？你看，拯救小小的人不是来了吗？他救下了小小，小小疑惑为什么保罗知道父亲回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爸回来了？当他从保罗的口中得知望远镜不是父亲买的，不然你望远镜哪来的？这个年仅12岁的女孩彻底的崩溃了。她将拯救自己的人反锁在囚笼里，这是她从猫头鹰身上学会的。人啊，一旦再次受到伤害、背叛，再多的施救都只是2次的伤害啊，他们只会紧紧的蜷缩，像刺猬一样。但同样，无形之中，这也伤害到了其他人。开门啊！不要晚的了。他一定是我爸买的。开门啊！干嘛？不要他没人要，他不会选人啊。周小小，心里跟学校告状了，是不是？小小的内心很是复杂，他渴望关爱，但又恐惧这份关爱不是来自于父亲，反过神来，这份爱又不是父亲。他想要名正言顺的父爱，所以他才伤害了爱护他的保罗。此刻的小小无疑像极了那只猫头鹰，不领情的灼伤他人。第二天，趁着小小熟睡，父亲又离开了家，偌大的房子里又只剩下母女2人，而就算这唯一的房子，也不知何时会被收走。母亲开始发疯似的捶打小小，安静的坐在钢琴前，流畅的音符从他手中倾泻出来。此刻两人的身份仿佛对调。良久过后，母亲倒在床上，轻轻的抽泣着，而小小不知何时也来到了母亲的身边，安抚着她。母女2人再次紧紧的依偎在了一起。或许前路仍然是艰难险阻，而他们又再一次失去了庇护。但无论如何，小小和母亲也会相依为命的走下去。其实孩子的需求非常简单，他们都渴望被人爱、被人关注、被
被人鼓励，就连那英文单词的造句，他都希望自己被爱怀抱。If I bring something yummy to school, I will be surrounded by my classmates. 父亲随口一句的小蜜蜂你都不会弹，都几岁了？小蜜蜂会弹的吗？深更半夜他也会爬起来弹给父亲听，而由此见得，一个良好健康的成长环境对于孩子至关重要。小小是全片唯一生病的人，也是别人口中那个有病的人。可看完整部电影，仿佛除了他，其他人都有病。母亲的缺乏沟通，只关心自己；父亲的不负责任，人间消失；甚至是看似好人的老师，其实从一开始他就告诉了所有人，小小是异类，让着他。一个孩子有病，他很有可能往往只是这个家庭里病得最轻的那一个。子女和父母相处是一生的课题啊，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，更不是一句为你好就可以凌驾于所有的感受之上。我们都想紧紧地攥着那份安全感，可就像刺猬一样，蜷缩得越紧，身上的刺就越多，而受伤害的就是身边最亲近的人。而至于未来会怎样，或许就像这电影的结尾一样，谁都不知道，但这也是他们需要一生去面对的课题。人和人的相处都是这样哦，距离越近压力越大，我知道的，可是距离太远也不行啊。好啦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一键3连哦。我是阿蛙，观看原片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认可。让我们在下一部电影里再一次相遇。呱呱呱。